咱们的老祖宗有句话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民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我敢说99%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如果你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像一个导演和编剧一样自由自在地演绎一场人生电影，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条视频，我会详细地给你讲解一下怎么运用古人这句经典智慧过一个精彩的人生。我这条视频给你提供的价值，可能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靠自己的脑子领悟到的。如果你是个有缘人，一定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发现一堆金子。实际上它是帮我们解读了人在世间能够有所成就要具备的10个基本元素。一命，命是你的能力，你出生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的承载，你到底能做多大的事儿？其实你出生已经定了。二运，运是什么？运是你赶得上赶不上这个时代的风口。有很多人命好运不好，这一生郁郁不得志。有些人命不太好，赶上运了，比如朱元璋开始受苦，后来赶上运了，这不就起来了吗？韩尧赋里面不就写了吗？太公没得运之前不也得钓鱼吗？你不也得等马？命是你的基本素质，我们基本的能力，因为必须你能力够强，你才能承载更大的事儿。你要先有一个基本盘，然后再赶上时代的风口。运就是时势造英雄，世间哪有英雄？没有英雄，英雄都是时势造的。你赶上这个时候，正好你出来了，你就成英雄了。没这个时候，你也是狗熊，也得窝着。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得窝着。三风水，什么是风水？风水学你把它理解为西方的频率。一个好的风水，它的频率一定是高频的、稳定的、舒适的。什么风不风水的你不懂，但你去这一个地方，你看着就不舒服，乱七八糟的，它风水好不了。好的风水你进去就舒服。有的在同一个街上，为什么干一个行业你好它就不好？你俩都挨着，那就是频率不同。人虽然我们不相信这些虚的东西，但是你想一想，你见到一个人，你不说话，第一眼看过去，有的你就愿意跟他说话，有的你不愿意说，那你靠啥？你不有个感应吗？感应的什么呀？感应的就是它的频率。风水就是一个人的频率，不是说居家风水、阴宅的风水，不是，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应用。真正的有命了，有运了，就是你有了基本盘，你有时势了，你还要有一个什么？你还要有一个好的频率，好的状态，高频才能聚来同频的人。风水其实是个人风水，讲的是个人的频率。什么叫藏风纳气？就是住宅或环境要避开强风，使气流能够缓缓聚集，不被吹散，以利于气运积聚。什么叫玉带环腰？
是指住宅或山水格局中有水流或道路像玉带一样环绕其外，象征财运缠身，福气长久。风水讲究前有明堂，后有靠山，左青龙，右白虎，也就是说，前方要开阔明亮，后方要有依靠，左侧有护卫之势，右侧有辅助之势，形成一个高低错落、藏风聚气的好格局。我们一进屋放个屏风，不就是怕风冲到马？气机在我们屋里面停留的越久，它能够流动越久，跟我们身体是一样的。我们身体气机要流动，在我们身体里停住的越久，我们气就足，你散得越多，你身体就弱，实际上都是一个道理。4. 即阴德。阴德是什么？阴德其实很重要，现在好些人都是迷恋这法术，那法术你给我改改这个，改改那个，你帮我，帮我挣钱，帮我当官。在四汉天师府祖庭二进门的时候，有一副对联，叫到高龙虎符，得众鬼神亲。意思是，我能降龙伏虎，我能让鬼神亲重，靠的是我的法术吗？靠的是道根德。一个人的德行高，自然就有更高的频率去帮助他。你德行低，你还想让更高的人去帮助你，不可能。所以阴德呈现的就是一个高频，因为阴德跟阳德是不同的。阳德是我做了好事，我告诉你，我帮你了，你记住我的好，时不时我再跟你说一说，我帮了你。曹操跟许攸不就是这样吗？说了这就叫阳德，不说的，做了好事不留名，我们叫功成名就身退。我们不留名，不去贪这个名，就叫阴德。你看你不贪，就会有度。事物永远有两面，你永远有德了，你就要考虑我会失去什么，我失去了就要考虑我还得到什么。所以佛家的因果来自于一段话，叫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福祸是相依的，没有一个绝对性，只是它的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急，那我付出了，为什么我没得到？你想着付出的时候，你就想得到钱，那怎么可能？它不一定是以这种形式来反馈你，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它也可能不是现在给你，它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给你。当你有事的时候，它忽然有用了。阴德代表了一个人的觉悟，你做这件事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的家，还是为了你的家族，还是为了你的家乡，还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你越往上，你发现你其实不太在乎名了。五读书前面都是偏虚、偏格局、偏一些宏观的东西，后面开始落实了。你想改命，你想在社会有一些地位，你不读书是不行的。文字也是工具，是我们去沟通、去跟人打交道的载体。世间你想做成事儿，不就是人吗？还有别的吗？你想做任何事，你不得跟人沟通好吗？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得跟人沟通，那你不识字怎么沟通呢？读书还有一条，读书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的规律，读史书使人深邃，你能够看到它有一个周期性，它有一个必然性，对不对？通过读书你能够更了解这个世间的底层逻辑。这个世间的底层逻辑有什么组成的？一个事儿的成与败是由人性决定的，你更懂人性，你才能更多的去做成事儿。但是人性这件事你不读书怎么看呢？你天天找人聊天去吗？聊天人家不跟你说真话，但是史书写的或者这些经典里面，它都是人家把毕生的经历、经验，人家把它讲出来了。你能通过这里面更多的去了解人性，而且你能看到人性在事物中的影响，然后你引以为戒。六名，什么叫名？是我出名吗？一定不是出名。名并不是简单的出名，而是指一个人要有冲天之志，要有目标。这个名代表的是你为自己设定的方向和定位，是你想要达成的目标，而你的目标设得高或低，决定了你未来会走向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工具的准备，现在是不是该讲成像了？要成像，就要做实事。实事是什么？也是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个事物要先出现，才会有名字，没有这个事物，就谈不上命名，对吧？所以说名源于相，是对事物的确认和体现。世间万物都有它的名，但这个名不是凭空来的，是你要先做出来，要让它成型。名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相，你做出来了，有实质，有方向，那才叫名。就像前面读书，虽然你在学，但还没有真正承载什么，只是准备阶段，而名就是开始承载了。你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并付诸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名。七相，相是什么？相有多重含义，有辅佐之意，也有观察、梳理、分析和总结的意思。它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阶段，是一个汇聚力量、资源整合、协同合作的环节。当你已经有了名，也就是明确了方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目标是什么，接下来怎么办？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你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有项。这个项包括什么？要有人帮你，要有资源支持你，要有力量汇聚到你这件事上来。你有方向了，那谁来一起做？你想做成这件事，是不是最终要靠大家的协助才能完成？所以项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格局，是你能不能把人、事、力整合起来的智慧与胸怀。八敬神，敬神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要敬神？你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要敬重神仙吗？它真的灵吗？真的是有求必应吗？如果一个神像我有求必应，我给多了它就应，给多了应的多，给少了应的少，那神仙跟凡人兽会有区别吗？
那他还能叫什么？不能叫神了，对吧？你看我们所有的神像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实际人物，为民族做过贡献的。我们再去祭拜他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学习他的精神，以他立我的志。神像的目的是我去跟他磕头，代表我先承认我不足，我向你学习。像我们文才神范离四散家财，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要想去挣钱，你是不是先得具备你能够有散的精神？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为我的，我之所以能挣这么多钱，是因为我能够让更多的人跟我一块挣钱。胖东来不就是范蠡的思维吗？我带着大家一起挣钱。关羽告诉我们，义也是可以生财的，对吧？讲义气也可以生财。你跟他学什么呀？你是不是学他的义啊？学了义，你自然就挣钱了。你光给他磕头，你不去学习他的精神，你能挣钱吗？所以敬神是要让我们谦虚，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足。久交贵人，人总是你想起一定是要有贵人帮扶的，靠自己是不行的，一定有贵人，只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贵人，我们把它叫贵人，或者叫做先行者。我们老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真正有一些成就的人，他是希望后浪起来，因为当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延续的不还得靠人吗？你能活多久，然后养生。但是你看我这么解读，你听起来会觉得刺的有点反了。反者道之动，你真的想改命，想改运吗？不是在命跟运上下功，改不了，反着就是改法。先养生，再交贵人，再敬神，再相，再明，往回推。思想上往前进，行为上往回推。养生是你最好做到的，改命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吧？你想让别人跟随你，你做得到吗？也不容易。最好做的先把自己弄好。养生能改什么？改你的频率，让你的频率升高。身体好，精神好，你的状态就好，你状态好，你才有可能碰到贵人。哪个贵人会帮一个病病歪歪的、没精神的？没有的，一定是你有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思维上、架构上，我们是从前往后走的，但是实际操作是从后往前操作。先养生，身体好了，你才能有贵人看重你，你才有好运，或者说你才有精力，有时间去碰你的贵人。要不你就天天在家病病殃殃的，哪有贵人啊？所以你看这些人发家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精力旺盛？你看马云起来的时候，那会儿是不是跟打鸡血一样，到处找投资人？他找了一堆，然后终于有一个人看上他了。他要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韧劲，身体稍微出点问题，躺床上他还有吗？没有。有了贵人了，你要先敬神。为什么？因为贵人有了，要带你做事儿了，你要学习，你要有踏实下来的心态。你是跟着人家学习的，
你不是跟人家是平级的，你只要能敬神，能够跪下去的人先要放下。但凡你能放下来，能跪下去了，说明你先承认我有不足，所以我才要读，我才要学。所以你看，敬完神之后，前面是什么了？像吧，有了这些了，有贵人了，你有了这种虚怀若谷的状态了，你才能让更多的人跟着你。有了人了，能不能做出名？人多才能做成事儿，一个人能干啥事？有了名了，你看读书它在一个中间点，它是一个很中间的位置，说明你往前学习成长的时候需要读书。你会发现很多人当到这一步的时候更喜欢读书。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到了自己的上限了，到了自己的迷茫期了，哪儿找去？而且你发现读书可以让你静下来。其实人的能力跟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听得多了，学得多了，为什么一用就没有？因为我们急，一急就变形了，就忘了，就失真了。所以泰山崩于面前，我们要有那种淡定的心。淡定的心怎么练？读书能让人静，你要练这个静的状态。当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去看，当一个集体出现急事的时候，真正嗷嗷叫的这些人，你放心，他一定解决不了这些事儿，一定是那个比较安静，也是这个才是领导。情绪控制不好的人是无法当领导的，越大的领导，他的情绪管理能力越强，他是既要管理自己的情绪，还要管理下属的情绪。你要提供情绪价值，你要让他们舒服地去做这件事。没有人愿意生着气干活的，而且更多的问题你在企业中干过，你会知道很多着急的事儿，很多都是情绪，不是事儿。情绪没有了，事儿自然就解决了。情绪解决不了，再好的事也给你撂那儿，然后阴德，你都有这个成就了。是不是要做一些好事儿？但别学那些人捐个什么楼非得写个名，我捐点什么钱，我还非得登个记显出来，何必呢？有必要吗？你显出来的不显出来又能怎样？你到了这个份上了，为子孙想一想，为国家想一想，为民族想一想。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能让我们生活好，能让我们吃得好够了。师父那会儿讲让我们下来，该去成名成名，该去挣钱挣钱，鼓励我们。但是好多人都问，你们不应该不挣钱吗？你们这还挣钱干嘛？但是你要想一想，世间法，我们都在人间，我们要遵循世间法。世间法，你不管想做好事还是要做坏事，你不是都要用物质吗？钱只是物质转化的一个符号，它是一股能量。师父讲钱在天上飘着，它是能量，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实物，它是可以在各物质之间做转化的。你想做好事儿，没钱能做好事吗？想做坏事你也得用钱，想做好事你也得用钱。钱这个东西不分好坏，取决于拿到钱的人怎么做。
如果我挣了钱，我把所有的钱都存在我的小家里面，据为己有，这个就不对。如果我挣了钱，我在让我的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下，我不贪，我把大部分的钱用来去帮助更多的人，钱才有意义，它才流动起来。阴德就是这个概念。你看，阴德有了，风水自然不会差了。有德行的人叫什么？得人居福地。就这个地，你就是再不好，风水再不好，你请一个大德来住，过一阵儿它就好，它是有影响力的。真正的风水是自己，不是环境。环境给你调得再好，你是一个缺德的人，过几年这地方也不行了。到了风水了，那命它自然就变了。所以一名二运三风水这件事，它并不是迷信，它其实是古人总结了你想在世间做成一些事儿所具备的基本元素，同样也是让我们在真正的生活中能够有一个方法跟规矩，这样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些东西，我们到了哪一块我们就做什么事儿，不需要我们更多的迷茫。因为人只要一迷茫，你就知道肯定没有好事儿了。坚定不迷茫，运跟命影响不了你，迷茫了才是它影响你。所以一命二运三风水它不是迷信，它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它能够指导我们在世间做好人，做好事儿。所以叫我命由我不由天，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出来的。有句话叫不作死就不会死，不要怨天尤人。很多人的心态总是对人对事不满意，总是习惯性跟别人比来比去，更觉得自己十分委屈，样样吃亏，然后就开始埋怨老天爷，埋怨上天不公。怨了半天，老天爷还是没有响应，于是又开始怨父母，怨另一半，怨孩子，怨朋友，怨老师。其实怨天尤人没有用的，老天爷不言不语，但最高明，没有人会对你所谓的悲惨身世感兴趣，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损伤一分一毫。抱怨最终只有自己最受伤。财运和贵人都只喜欢乐观积极、直爽干脆的人。有个同修对我说，我活了50岁了，回头一看，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被设定好的，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走，身不由己，又无能为力。表面上看，一切皆有定数，只是这个定数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是由上天设定的，还是什么鬼神怪力在控制，一切只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命运可以改，但只能自己改，一切外在因素只是起到辅助作用。30岁之前，你的人生或许不由你自己做主，但是30岁之后，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你有绝对的主导权利。如果30岁之后，你的人生还是过得一塌糊涂，你不应该抱怨任何人了，那是因为你毫无作为的关系。
若是想改命，就去创造新的定数；若是不想改命，那就认命，遵从这个定数。很多时候，我更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上天有好生之德，只要你愿意创造，一切都不会晚。真正的改命，就是认清楚自己，活出心底里渴望的人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找到改写人生的惊人力量。路是人走出来的，成功之路就是成功的人走出来的。很多时候，上天给你厚礼，给你逆风翻盘的机会，但不希望你投机取巧，走捷径。上天要你老实、虔诚、感恩、敬畏常识，日日精进，按部就班，不走捷径，不投机取巧。这几点做到了，不知不觉就成了芸芸众生的神。真正的听天由命，是遵循天道来调整自己的命运走向。世上没有救世主，你的救世主就是你自己，是你的心左右着自己。好多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唯独没有埋怨自己。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这个世界造成的。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命。人所有的痛苦来源于观念，观念控制了我们的心。当你转变观念的时候，你的心就变了，心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了。所谓的命运，它就是行为的集合。你有什么心，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你有什么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有什么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人想要超越命运的无奈，或者说改变命运，需要的还不仅仅是一份坚持，还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心。心明了，路才会开。如果说人生有不确定因素，那就是你自己的心。心变了，路就变了。人生的轨迹就是心灵的轨迹，心不变，人生轨迹就不会变。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心变了，人生轨迹就变了，命运就变了，路就变了。心变了，观念就变了，视野就开了，物质的贫穷就可能会改变。如果一个人心灵愚昧，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命是心，心变则命变，这是对的。可是大家能否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命。听这话的有亿万人，信这话的不过数十人，按这话去变心变命的不过几人。这几人于是被人类称为智者、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心变了，命就变了。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一个人心念变了，德行就变了，德行变了，气场就变了，气场变了，风水就变了，风水变了，运气就变了，运气变了，命运就变了。乐观积极，必定风生水起，满怀希望，才会所向披靡。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